Recipe from 圆山大饭店。没错，今天这道食谱就来自民国91年出版的《圆山经典实录》里的烤摩洛哥加纳鱼。材料与比例放在下方说明。最大的不同是我选了一般最常见的无锅鱼，因为这道菜呢需要去骨，我没有试过，所以为了不毁掉一条好鱼，我选择最容易获得的无锅鱼着手。先取虾肉，然后呢用盐与酒腌制进冰箱。在剥虾肉的同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这本精装书可以说是圆山饭店成立50周年的纪念册。它收录了从老蒋时代以来理解中华民国总统举行国宴的菜单以及做法，譬如有宋美龄最喜欢的红豆松糕，蒋经国喜欢的咖喱鸡肉饺，以及各式中华南北美食的精髓都收入其中。虾肉放进冰箱之后呢，我们来做面包粉。把面包放进烤箱，要烤到完全酥碎，再把它搅碎。面包粉在这道菜里面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多弄一点没有关系。取鱼骨是这道菜最难的步骤。那我事先看了一位老师的线上教学，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只是没有弄得那么漂亮。老师教学影片我放在下方说明，大家可以看到更清楚详细的教学。最重要的是，在取鱼肉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磨刀，还有找一把好剪的剪刀，然后从鱼背下刀，沿着鱼骨分离骨肉。在接近鱼腹的时候呢，因为肉比较薄，小心不要划破了鱼皮。不过也没关系，等一下还可以用面包粉遮住。好了之后呢，内外抹点盐跟白酒进冰箱腌制。这道菜呢，其实不挑鱼，就选你喜欢的，但是要挑结构简单，不要有太多细刺，然后体型圆厚的鱼种就很适合。处理鱼的时候，来介绍一下圆山大饭店。圆山大饭店呢，它不仅是一个台北地标，而是台湾近100年政治变迁的一个象征。在风水地理上，这里的位置一直被视为是龙尾穴，所以早在日治时代，总督府就选定这个区域来兴建台湾神社。在1901年，这里兴建了全台湾最高的宗教权威圣地。那关于这方面呢，林宗奎老师有更详细的说明，连结在下方。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后呢，就拆除了神社。1952年，蒋宋美龄亲手规划改建为圆山大饭店，找来了擅长用钢筋混凝土材料表现中国北方宫殿建筑的杨卓成建筑师设计。当时许多地标性建筑都是他的作品，譬如中正纪念堂、国家两厅院以及慈湖陵寝。他把饭店打造成代表中华正统的宫殿外表，于是成为冷战时期台湾非常重要一个接待外宾的场合。那也被称为是蒋介石的御膳房，因为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呢，这里象征着党国权贵、阶级与神秘的色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这里不是随便可以进出的地方。谈到圆山饭店呢，就一定要提到它的灵魂人物，就是蒋宋美龄的外甥女孔令伟，人称孔二小姐。她是首任的总经理，她的意志呢，主导了当时整个饭店早期的营运，培训了专业服务团队。据说当年呢，要进入饭店工作的难度，甚至比考大学联考还难。那现在呢，饭店内还有展示他当年的生活起居环境。孔令伟呢，这一位也真的是奇人奇事，不仅他的家族背景很特别，他个人还有强烈的风格，当时连蒋介石呢都得让他3分。现在我们来处理内馅，把虾肉、鱼肉搅拌在一起。因为我怕内馅不够，所以又再放进一些牛肉。
那加点白酒、盐、胡椒以及干红葱头搅拌在一起。鱼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呢，用纸巾把水擦干，然后我们把内馅填进去，把它外形呢弄得圆圆胖胖的。烤盘抹上一点奶油，鱼放上去，把大蒜、匈牙利辣椒粉、面包粉都混合在一起，撒在鱼身上。缺口的地方呢，要记得整个遮好，然后放上煎过的马铃薯。最后淋上奶油，就放进预热的烤箱，中火200度，大约30分钟。在烤的过程呢，就会闻到非常香的大蒜与奶油味道。这道菜味道真的非常美味，尤其吸饱奶油香气的面包粉超级好吃，非常推荐大家学起来。不仅简单，而且端起来又非常大方。